这里是一生必来一次的地方，好像在另外一个时空哦。我以为我来到了仙境。这次来到大阪自由行，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全新的体验，参加2天1夜的旅游团。这趟行程最大亮点就是期间限定的梦幻景点立山黑部。虽然下雨让人有点不安，但交不起我的期待。总是自由行的我，第一次跟团旅行，会像大家口中说的省心又轻松吗？这次我们第一站从大阪梅田出发，前往飞驼高山，全程310公里，哇，几乎等于是从高雄开到台北，预计要开4个小时才能抵达。导说因为行程长途跋涉，所以每大约2个小时就会停一次休息站，让大家放松一下。而且根据我们以往在日本自驾经验，很多休息站都非常特别，总是让人充满期待。这感觉国小才会出现的教材，好贴心的道具。OK， 这是我们的车子，有什么车牌记录一下。到第一个休息站，我刚刚直接在车上睡死了。整个完整的体现了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概念。对，哇，下来有点冷，来看一下有什么尿。就这样，一上车就睡觉，下车后第2个休息站到了，对，要先去上厕所。到我们第一站就是飞驼高山这里，然后预计呢会停在这边停留1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刚才导游呢说这边就是可以看很多 old house， 也就是老街啦，对不对？就是老街的概念啦。然后就是反正这边呢就是会保留江户时代的一些房子，然后也是不能随意更动的。你看这边很多都是那种木造的。我们就在那边看一下中午要吃什么，来去觅食一下。而且听说这边最好吃的就是飞驼牛啊！我要去吃飞驼牛，拜拜。在50公尺啊，我看到了，在那里。希望不要排很多人，不然就要淋雨等了。啊，到了坂口屋。冬眠中啊，不要瞎掰好吗？不是啊，春夏冬中，在日本很常见，没有秋天跟营业中的发音是一样的，所以看到春夏冬中也就代表营业中的意思。来到这间坂口屋的店，然后点了一个定时，然后以及飞驼牛寿司。逛完了飞驼高山的古街，吃完了超美味的飞驼牛，我们马上出发下一站合掌村。这里可是大有来头，不只是重要的传统建筑保护区，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一路上窗外的风景越来越震撼，群山田野，一切美得像在拍电影。这样的画面让人迫不及待想看看春天的合掌村到底有多厉害。下一站我们来到了这一集的重点之一，对，还好，没下雨了，超赞的啦！一来看到这个神仙般的风景，我来对了。然后这地方呢，我们一样是停留1个半小时的时间，耶，出发！还要先走一下这个桥才能进去部落。哇，好可爱哦！对，被山环绕的一个小部落，就是大家常看到白雪皑皑的那个合掌村。然后现在是春天的时间，搞不好还可以看到樱花，山上的山岚超美。OK， 我们到了合掌村里面了。
然后这个合掌村盖导游说，为什么合掌村叫做合掌呢？就像它的英文或者是日文，其实它的意思都是合掌，就是它合掌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三角形的感觉。对，就是也是因为这边是位于一个像是在盆地这样山的区域里面，所以它这边很容易下暴雪。然后它这个房子的设计就是让它那个雪可以比较快速的下来，不会积在上面会有危险这样。所以就造就有这个房子的造型就是有这样的特色。然后我刚才稍微查一下资料，其实他们这边有一个传统一个习俗，就是说，假如说你的房子跟我的房子有问题，我们必须要永结同心。他们有一个结的心的概念，他们会一起帮别人去修复他们的茅草屋，所以他们这边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团结。那走进来发现也有蛮多民宿的，希望之后可以有机会在那边住一个晚上。来看一下，住很高啊，而且水看起来很清澈，直接见底的那种，哇，真的可以养鱼耶！再来看一下，日本有些水沟是真的有在养鱼，好像是有看过。这是小学校吗？有一个溜滑梯跟荡秋千，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在骑脚踏车，好可爱哦！是在这个环山中间的部落里面，那是感觉是樱花吗？来看一下，感觉它的肺一定很好。对啊，这个就是那个吧，对不对？就是那个紫藤花，那个什么火影，不是火影人，靠腰，鬼灭之刃啦！哦，好可爱哦，就会在这边勒残，有一种很自给自足，然后在这个的环境里面，好像在另外一个时空哦。这个是樱花吧？不知道，可是有点像是康乃馨，那个花瓣很像康乃馨，不知道，反正就是很粉，很美。你们拍一下，看一下前面那个是不是？这个应该是吧？不确定是不是樱花，可是感觉是因为你看它慢慢掉落的感觉。来问一下 ChatGPT， 这是什么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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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Sakura 哦，而且他还知道我在合掌村呢，厉害哦，好美。然后你看，哇，超美的是不是觉得时间有静止？就是前面这一坨游客把它 P 成那个古早的人，而且他这边有说，他们这里是4季都有不同的景观，像大家比较知道就是白雪皑皑的那个像童话故事般的合掌村，然后我们现在在春天，但有看到很多的那个樱花又超美，而且很盛开，大到我都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樱花，就是很饱满这样，对哇，真的是地灵人杰，很漂亮。突然发现真的有鱼哇，超大的鱼这边还有。看来很多人对水沟有鱼很有兴趣我是其中一个吗？超可爱的茅草屋，快点留言抽奖哦！原本还想去观景台，没想到这样看着看着，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今天总共坐了6个小时的游览车，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这件是那个阿爬是前阵子好像闹蛮大的那个阿爬事件这样。晚点再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先去 check in。原本行程表定6点到饭店，结果5点就抵达了。一到饭店，导游开始分配房卡，好像有种抽钥匙的刺激感。没想到竟然抽中了大魔王。还蛮大的我们分配到的是201号房，这间呢就是位于高冈车站前的 APA， 然后整体来说就是空间感觉还算蛮大的，然后但是呢，因为我们在2楼，所以就
撞住了，一个景都没有。第一次住在2楼，没有景。QQ。刚刚说到那个 APA 事件呢，就是我之前在 Trade 上面看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一个外籍女子来日本东京独旅，然后入住这个阿帕酒店。当她出去外面逛街回来的时候，一进门，然后奇怪，怎么臭臭的？她想说是不是自己发臭，还是说鞋子发臭？她就到处在找，然后这样东找西找，她就找，突然看到床下，怎么会有一个人？然后他跟他四目交接，然后吓到，对啊，他整个吓到，他是这样阐述，他说他跟他四目交接，然后他确认他是一个亚洲男子 Asian man 这样，他就跑出去，然后就跟柜台讲，还报了警，但是他就要求说，就是饭店必须要提供那个监视器嘛，然后他们就是很像至今都没有个下文，他就把这件故事就拍成 reels 上传到他的 IG 上面，然后这件事情呢就炸开来了。所以我这一次来这个2天1夜的旅游的时候，看到那个我们的那个住宿名单，要说有什么，可能有几间可能会轮替，上面第一条就写阿帕，这么刚好？我没检查，对，我们还没检查。还好没有人啊。我一进房间的时候就有发现这个床很高，因为它有个特别的设计，因为在日本的饭店啊通常都蛮小的，这个设计可以让多余的行李没有用到的都可以放在下面，增加你一些活动的空间，所以说这个空间应该是可以藏人进去的。刚才听到也想说，怎么可能床底下可以藏人？所以这件事情发酵出来的时候，就是有2派说法。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可能那个床底下会可以藏着住人？然后第2派说法呢，就是说，如果是女生独旅的话，应该不是说女生而已吧，应该是男生女生独旅，不管是怎么样，出门在外都要格外的小心，就是对一些事情要比较敏感，神经打开一下。注意一下周遭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以上都是网络传闻，不代表本台立场，但是大家出门在外都一定要小心啊。来看一下浴室，小小的马桶，然后跟超级小的浴缸，然后拉帘的设计，莲蓬头。OK， 结束。走出来，我以为会有很多店家，因为这边旁边就是车站。然后，但是就看到一大堆银行而已，很多的银行，然后很多的饭店，店还比较少一点。然后前面就是那个高冈驿。我想说奇怪，这个地方很特别，这个附近啊超多那个饭店、银行，对，还好弯过来就有一个 Lawson。对，日本好朋友。日本好朋友 Lawson。明天出发前还可以买一杯咖啡上路，不然我今天一上车就是睡觉，一下车就是尿尿。突然就觉得，上车看一下手机，突然想睡了，就被吸走了。OK， 走了很久，也不知道吃什么，决定来个超市，当地超市巡礼。来看一下，在这个高冈这个地方的超市，哇！超大哇，整个就是对看来口碑相机吗？我刚才看到在地人从那边走进去，我们从那边走进去。在说在地，然后你要说在地人才不会走这里。是哦，反正我就看有人走进去，就跟着人家走，准没错啊。来到这个超市，看到一个哇，我的手1、2、3这么大盒的，现在特价6折。一盒只要280块，便宜耶！6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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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遇到他们打折的时候，通通6折啦！买回来了。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啊是没有含晚餐的，所以我们刚才去旁边的超市买了我们的晚餐，然后这样一盘的这个生鱼片等等之类的才260块台币。有时候我很喜欢来日本，东搞一些西搞一些，尤其是这个泡面加和牛，超推，蹦在一起这样也才100块台币。哇，有鲔鱼、鲑鱼，还有虾子，还有超多很好吃的。我先来吃一个这个鲔鱼，看起来很爽。可以啊，不能跟那种超级新鲜的比，但是我觉得260块
这样的品质也算是很 OK 的。可以，然后还有这个寻味棒，我们的和牛泡面好了。就是如果大家也想要做这个和牛泡面的话，记得去超市挑肉片的时候，记得挑那种薄一点的。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先用热水汆烫过，比较不会影响你泡面的风味。而且其实这样做下来，一碗才100多块，感觉就很奢侈。我吃一点面。因为我觉得这间这个日清的豆皮泡面蛮好吃的，我感觉就是买日清的都不会太雷。好赞哦！吃完生鱼片再吃这个和牛泡面，好享受啊！可惜的是明天早上又要6点起来，这个团怎么都这么早啊？那就先这样，那大家晚安。本次旅游重头戏来了，期间限定立山黑部大雪墙。原本我还很担心，毕竟昨天的大雨以及山上的天气说变就变，行程随时可能会被取消。但是看到一早的天气，应该稳了。这休息站还有一个 for free 的牧场，羊咩咩叫，还有一个长得像佛地魔，你知道吗？你这样说是可以的吗？去 Seven 看到一个，我每次来日本几乎天天都会来一只的。乐狗，这个我跟你讲，他们就是有3大 Seven， 一个是全家、Lawson 跟 Seven。我这样全部吃完之后 ，Seven 的最好吃，基本上99.9%不会有难吃的，除非放太久，或者是它一直可能黑掉，就是看起来它就是没有那么饱满，就不好吃。但虽然它现在你看，我们以专业的热狗达人告诉大家，虽然它就是有点，不好意思，请问谁是热狗达人？反正它这个有点凹凸不平，就是会有点咸，但是还可以这样。对，就买个热狗也要跟挑地瓜一样严谨的。对。超级美味，可以，可以。你还没吞下去就可以。我一口咬下知道它的皮好不好吃了。如果去过 Seven， 肚子有点小，又有点空间，绝对要买一只这个热狗来试试看，而且这只超级便宜。我想大概从100块吃到现在128块日币，也差太多吧？我记得我之前真的是100块不含税，而且100，然后现在是128，好像每个地区有点稍微价钱稍微一点点不一样。反正像刚才我就结账是128不含税啊，但是我觉得还是算是便宜啊，就是以超商的炸物来说，这个推荐。我们还有其他的那个，反正就是要挑那个 7 的就对了。对，然后那个 Lawson。现在再告诉大家要吃什么。买杯咖啡继续上山，这次上山的目的就是看期间限定的雪墙。而这个路线行经国家公园，除了特定业者外，一般私家车是无法直接通行。所以我们到了入口收费站，导游说这边的入场费很贵，我们巴士进入就要5万多块日币，相当于1万多块台币啊。也就是因为上山的费用比较高，所以才选择了这次跟团的行程。滑着手机边想今天要拍什么素材，一个不留神，窗外已经变成雪白世界。跟团旅行最大好处就是根本不用担心迷路，完全不需要留意什么站点或哪个路口，反而更享受在自己的空间，无论是发呆看窗外的景色，还是一个不小心又睡着了，最后都能在该下车的时候下车。说到立山黑部，你是不是也有听说过黑部立山呢？这2个到底有什么差别？据说是差在出发地点，无论如何都是在说同一个景观。不过
听说日本人大多都称为立山黑部。OK， 我们现在终于到了立山黑部。等一下呢，我就去看超级壮观的雪墙，然后这边会停留大概2个小时之前。今天可以跑去吗？有啊，刚哥哎，没关系，有热点还可以分享给你。终于找到你了。吹法来自日本的一信，日本就是它的主场，支援了200个国家。一键安装还可以侦测你的机型，简单快速好上手，一目了然你的网络流量。这次出国呢，就是使用吹法一信，无论是到了超级多人的万国博览会测网速，还是新斋桥上传影片，或者是在这个立山黑部的雪墙内。阿布，你有看到无？我今嘛伫雪之大谷内底。我准备这吹法一信就稳的，免烦恼啦，都有安心稳定的网络。吹法一信的折扣码以及相关讯息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感谢吹法赞助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个日本贩卖机的小秘密，就是只要按这个5秒钟，5、4、3、2、1，记得订阅哦。然后你就可以按这个，你看它就显示47度，然后假如说你按冰的，显示3度。是不是很聪明啊？就可以知道它几度这样。我先买个热的。哎呀，暖暖的。我感觉没有47度啊。这次来大阪的重点行程之一呢，就是要来看这个立山黑部的雪墙——雪之大谷。它就是这样子，两边的很高的雪墙。对，然后呢，这个雪墙啊，也是非常限定，限定的程度呢，就是每一年的4月到6月才有这个雪墙，然后而且是今年据说是最高的。我们今天早上呢是8点集合，一直开到这边大概是10点半抵达，然后我们这边呢大概会停留2个小时的时间，2个小时至2个半小时之间，1点呢就会离开这里，就是其实这样也停留的还蛮短暂的。之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这里是一生必来一次的地方，一下车天蓝雾气雪墙，我以为我来到了仙境。而这里有如此壮观的奇景，冬天的暴雪到了春天，他们会花1个月的时间除雪，打造这条康庄大道。我们现在就要跟那个经典打卡地标拍一下照。是不是要来到这边就是要喊一下我在标高2390公尺立山雪大谷？我们现在在这个雪之大谷里面，其实前几天我们看那个气象预报的时候，发现今天是下大雨，然后出发的时候也是下大雨，就是超怕没有办法进来，或者是没有办法下车给看。你看，哇，天气超好的，可以看到这个很壮观的雪墙。而且我发现这次今天的人好像没有很多。对啊，今天会不会是因为前几天那个天气预报就可能都是写的不是天气很稳定，所以大家都没有特别想要上来。但是应该抱团的应该很难不上来吧？对吧？我这样会掉。你知道这个雪墙多高吗？我刚才看好像写18公尺，是不是？那你确定有18公尺吗？不是很确定。我们来量量看。怎么量？拿出你的手机测距仪。我找一下点。2点多。然后侧边。来，奇怪。你看我这边画的很好，你来拍一下。你看我这边有画很好画的很好，怎么才1.38？量不出来就18公尺吧。据说这里有人在这里写那个大罢免大成功。那我来找一下，搞不好没有了，搞不好融掉了。然后听说还因此上了新闻。对啊，但是应该融掉了，因为现在那时候我记得是刚开山的时候他就写了。哦，他
它这边有那个雪墙 Q&A， 就是说，首先它不会塌陷，但是它会有一点点融化。然后呢，它的压实坚硬如冰，每平方公尺呢重约500公斤。除此之外呢，就是除非你大力用力，否则它是不会倒塌的。它就地表会逐渐融化，所以他们在活动开始的时候，都会先清除可能会融化的区域，就是可能这个走道，他们都会先可能就是定时都会清除。重点，他这边有讲个重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墙上很多那种什么？那写台湾吗？好像是好像写的是台湾你可以抽抽看，摸摸看，真的。这跟大成功有什么关系？所以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写字啊，因为它不会影响它的坚固，所以他就是会想说，来试试看这样，我们来抽抽看。哦，其实就像刨冰冰破解迷思是最高的地点，就是100公尺前面。所以刚才测量错误，我身后呢这个就是最高的地方，所以它还有一个指标说加雄关呐。所以它现在已经融到像是你看阿布，你有看到无？我今嘛伫雪之大谷内底。OK，Thank you，Thank you，耶，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啦，是不是超可爱的？买一个伴手礼给大家，记得下方留言关键字哦。为什么这次会想参加这个团呢？因为他一次就可以去到3个我从未到过的地方。原本是考虑自己上山去看期间限定的雪墙，但是如果以大阪出发来回富山站，再加上进入立上黑部的费用，就已经要台币6000块。虽然去的景点没有很多，坐车坐得很累，但是我觉得还算是蛮值得参加的一个轻松无脑团。这份的咖啡超屌，它可以自己生成。然后就想说奇怪。他说：“这个不是用拿铁的，这个是吗？哦，原来这个是用拿铁的。必须。哦，不要出片了！跟鬼一样。”很惊险的，我就想，变东西给啊，没有，马上给你过来。他整个人是模拟那个咖啡店拉花。我们这2天1夜，一个人花了8426块，2天就玩完4天自由行的行程，划算。OK， 又到了这个准备跟大家说拜拜的时候了。对，就是因为这样西雅云辉，再过1个小时呢，我们就即将开到。我们刚开始从大阪出发的那个地方，然后呢，这是我人生中除了避旅以外第一次参加这种多日的旅游团。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跑了非常多经典的行程。虽然这几天呢，每天都要很早起，而且都要坐6-7个小时的巴士，像是我们今天光是在车上移动的时间，其实就坐了7-8个小时，其实拉得蛮远的哦。这个司机大哥真的挺辛苦的。一直这样疯狂的开车，还开山路什么。最后整体而言，我觉得出国这样自由行的行程当中，这样加入一个小小的元素，我觉得其实也还蛮有趣。喜欢我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铃铛。我是富妈妈，我们下次见，拜拜。Later on in the night, when the crowds have gone.We could talk under moonlight till dawn.